Subtitle Editor 是一個專業的影片字幕編輯工具。通常在我們影片製作完成以後，需要添加字幕的時候，就可以透過 Subtitle Editor 很方便的來編輯它。這樣子的編輯可以比 Filmora 或者是剪映這一些影片剪輯軟體有更高效的一些效能。在先前 V4.多版的時候，它還是只能運行在 Windows 的環境裡面，但是 5.0 版的時候，它的整個開發框架已經做了變更，它目前已經是可以跨平台來使用了，因此 macOS、Linux、Windows 都可以使用它的 V5.0 版。在這一次的影片裡面，我就簡單的透過實際的操作來讓剛開始使用 Subtitle Editor 的朋友們能夠更快的來了解如何操作 Subtitle Editor。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Subtitle Editor 它的整個外觀的布局。首先最上面就是功能表，在功能表下面就是工具列。工具列的每一個不同的功能按钮都可以在設定裡面自己來勾選，因此當你有需要的功能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放到工具列上面。在工具列的下面就是字幕的編輯區了，每一個項目就會占一行，每一行裡面它的文字就可以在下面做編輯，在這邊做的編輯就會反映到清單裡面。右邊就是影片的內容，下面呢就是影片的工具列，在最下面這裡就是音訊波形的部分，再接着下面就是音訊的控制工具列。那首先我們就來開啟一個範例來看一下它實際的執行的樣子。點擊 File， 然後再點擊 Open， 找到我們要編輯的 SRT 檔案。我就以上一次的 DBX 影片的字幕來做說明。我首先選了繁體中文的檔案，就會在左邊看到它就有出現的這一些字幕，這每一個字幕到時候就可以在這個下面的編輯框裡面來對它做修改。那同時如果你的影片載入進來以後，它下面就會自動產生出它的波形。假設你要變更影片的話，就是點擊這個 Video， 再選擇 Open Video， 再去選擇需要使用的影片檔，再點擊開啟。載入完成以後，波形它也會同步產生。這個波形目前有兩種格式，可以從設定裡面來做修改，可以從 Options 裡面選擇 Settings， 在這個地方輸入 Wave 就可以來變更它的樣式。目前使用的是經典的樣式，可以把它換成是更分析一點的樣式。然後點擊 Apply， 這個波形就會用不一樣的方法來呈現。但是因為我個人還是比較習慣用 Classic， 所以我又再把它換為 Classic。先來看一下編輯區要怎麼操作。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按上下鍵來移動，那移動的時候可以看到波形就會跟着去顯示字幕對應的波形的位置。然後在這個地方呢，我們很常用的一個操作就是直接播放目前游標所在的位置的語音，我們就可以設定一個熱鍵。那有了這些熱鍵以後会比較好操作。我們來看一下可以做哪一些的設定。可以設定一個播放當前條目的項目，這個就是 Play Selected Lines and Focus Waveform。我是設定成 Ctrl 加右鍵，移動到下一個條目，並且直接播放，它就是用這個 Play Next and Stop。如果沒有這個 and Stop 的話，它會繼續播下一個字幕。要移動到上一個條目，但是我不需要播放，那只要 Go to Previous Subtitle 就可以了。移到下一個並播放，我是設定成 Alt Down， 然後上一個是 Alt Up。把下一個條目拼接上來，我是設定成 Ctrl-Alt-J。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設定應該怎麼來設定。首先我們就是進入到 Options 裡面的這個 Shortcuts 來設定快捷鍵。然後因為現在是要 Play Next， 因此你就直接輸入 Play Next， 它就會把符合的命令都顯示出來。那設定的是這個 Play Next and Stop。那在這個下面呢，就可以直接來勾選你要使用哪一個按鍵。那因此我就 Alt 就把它打勾，然後在這個按鍵區域呢，就選擇到這個 Down。那這個就是按了 Alt 跟 Down 呢，它就會往下移動，並且播放下一個項目。這個就是它設定的方法。游標所在的這一行，我們要播放它，就是你可以按 F5， 或者是像我這一個。因為我要讓這個波形也跟着移動，因此我就選擇了這一個設的這個 Hotkey 呢是 Ctrl 加右鍵。在這個地方我直接按下 Ctrl 加右鍵，它的名稱叫 BX， 這樣子就播放一個了。我要接着再往下看下一行呢，就是按 Alt 跟 Down。除了執行以外，這個就是再按下一個，就繼續往下播。各位看到它播放的時候，目前的這個波形會固定在熒幕中間，那這是因為這個選項有把它捲起來的原因。這個就是控制到底播放的時候，目前的波形要不要顯示在中央。我是建議大家把它給啟用起來。那左邊這個是指播放的時候字幕要不要跟着移動。假設我現在在第5列，我沒有勾選這個項目，直接選擇播放，甚至於它的文本的界面可以來 Rust 開發。
可以看到目前字幕區的游標位置呢，還是一直留在第5個字幕，但是其實我已經往下播放了。如果你希望播放的同時字幕也跟着移動的話，就是要把左邊的按钮也給啟用起来。我目前就是把這2個按钮都啟用起来了。我們再重新播放一次，执行效率非常的快，也不像 Beaver 或者是 Audio 等這一些資料剧。可以看到字幕區裡面的位置呢會跟着移動，這個就是左邊這一個選項的功能。以上這一些都設定好了以後，就可以很方便的來播放字幕了。要移動到某一個特定的字幕，要怎麼操作呢？其實就是把游標移動到這個位置以後呢，就直接雙擊，它就会直接移動到這個波形的位置了。或者是游標在這個地方直接按 Enter， 它也一樣會移動到當前波形的操作。我們通常在編輯字幕的時候，會想要把一些特定的內容做變更，這個時候就可以使用多重文字替換 （Multiple Replace） 的這個功能。比如說有一些語氣的贅詞啊、哦啦、啊、呢啊等等這些，我希望把它給刪除掉，這個時候就可以直接使用多重文字替換。這個多重文字替換，如果你已經在4點插板已經有做過輸入了，這個時候就可以在4點插板做 Export， 然後在5點插板裡面再做 Import。這個功能就是在 Editor 裡面有一個 Multiple Replace， 點擊一下，然後在這個地方可以點擊這個點點點，這個裡面呢就有一個 Import， 然後要在4點插板裡面做一個 Export， 相同的 Multiple Replace 裡面它有一個 Export， 匯出以後呢，在這個地方就可以去 Import， 這樣子就可以把前面4點插板設定好的這些功能呢，可以直接給替換掉。另外呢，我們要合併上下2個字幕，要怎麼來操作？比如說我這一個希望把下一個內容併成同一列的話，如果用滑鼠操作，就是用右鍵功能表，功能表選項裡面就有 Merge with Line After， 也就是游標後面的這一行要把它接上來，那我們就可以直接選擇它，它就會直接接上來了，這樣子就會變成2個字幕併成一個字幕了。我按 Ctrl+Z 把它還原。原先是這個樣子，第3列跟第4列，在第3列的位置按右鍵，然後選擇這個 Line After， 它就會把它接上來，第3列就會變成是第3列跟第4列的合併。當然我們可以從這個 Shortcuts 裡面去設定一個 Hotkey， 方便直接按鍵盤來做操作。然後還原就是按 Ctrl+Z。音訊的切割，我建議大家就直接從波形裡面來做操作。我們雙擊了一下，然後把這個波形給顯示出來。那假設你覺得這一段其實太長的話，就可以在適當位置點擊一下，然後點擊一下以後呢，它的右鍵功能表裡面呢就會有一個 Split Line。那這個 Split Line 為了方便操作呢，我們也可以在快捷鍵裡面設定一個快捷鍵來方便做操作。那我們就點擊一下這個 Split Line， 就可以看到它其實這2個就會切割，這樣子就可以方便做字幕的切割。使用 Subtitle Editor 的另外一個好處是，它已經把很多的 AI 的功能整合進來了。例如我們要從影片來產生字幕的話，就可以直接使用 Video 裡面，它就有一個 Speech to Text 選項，裡面呢就可以先來選擇要使用哪一種大語言模型的引擎預設它這邊會是 Whisper CPP， 那其實它還有很多種，像我常用的是這個 Whisper Desktop， 使用的就是這個 CosterMe， 它會引導你去下載需要的檔案，大語言模型的檔案它會自動下載。它目前就有提供了這麼多種大語言模型的檔案可以來協助我們產生字幕那這個是由影片產生字幕的功能。那另外它也有從字幕來產生影片語音檔的功能，就是這個 Text to Speech， 也就是我從字幕去產生語音檔，或者是你的影片裡面有內嵌字幕的話，也可以用它這個 OCR 的功能來做轉出，把影片裡面的字幕產生出文字。這個呢就是它 Video 的這些額外的 AI 的功能。經常對字幕需要的操作，可以由這個 Tools 裡面來做操作。例如我們要做這個雙語字幕的話，我們怎麼來操作？這邊列了2個方法，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就是使用 Join 是串接的方法，意思是說我做了 Join 以後，原來的字幕會保留，另外一個新的字幕呢会附加在上面。但因為它的時間軸是相同，因此就會變成的是雙語的字幕。我們可以先來試看看用這個 Join 的一個功能怎麼來操作。首先我們就進 Tools， 然後找到 Join Subtitles，然後先選擇你要操作的字幕檔，點擊這個加號。假設我先選擇這個英文，這個是英文的字幕檔，再按一次加號，
把中文的字幕檔給加進來。目前我們就有這2個字幕檔，點 Join 就可以看到，它就會把相同時間軸的通通列在一起，上面一個跟下面一個，然後就是2個不同的檔就會有2個不同的字幕哦。但是在熒幕上我們就可以看到，它其實就會變成是雙語的字幕了。那這個是使用 Join 達成的功能。那另外我們再來比對一下，我使用 Merge 是合併，意思是說英文跟中文會併在同一個字幕裡面。那我們點擊 Tools 找到 Merge to Subtitles。那在這個地方你要先選擇我們要輸出的格式，我是要使用點 SRT， 因此這邊就換成點 SRT， 它會把目前中文的顯示在這個地方。那我們就只要 Load from File 呢，再選擇另外一個字幕，我選擇這個英文。點擊開啟，那這樣子就是我有2個字幕檔要同時合併在一起，那我們就會看到，我們重新做一遍好了。它把我們剛剛原有已經 join 過的內容又做了一次 merge， 我們就是重新來做一次哈。我重新選擇這個中文的字幕檔，然後再做一次 merge， 再選擇英文字幕，再選擇 merge。那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 item 裡面就會有中文跟英文2個，那這個就是合併哦，2個會併成一個，那這樣子就會變成也是一樣是雙語字幕。這個 Tools 裡面還有很多其他的功能，當你在編輯字幕有需要的時候，就可以透過這個 Tools 來做一個非常方便的操作了。以上就是今天簡短的為大家介紹了 Subtitle Editor V5.X 版的新功能，希望對於 macOS 或是 Linux 的朋友也能夠有一些幫助。如果你覺得我介紹對於你在使用上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並且透過超級感謝或者成為我的會員來支持我錄製更好的教學影片。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